这支影片帮大家整理了10个奥地利的必玩景点，这里号称是奥地利盐湖区最漂亮的湖畔小镇，这里超级漂亮，根本就是明信片里的风景。这里不只可以从制高点看到美泉宫跟皇家花园，甚至后面的维也纳市景都能一览无遗。萨尔茨堡的风景尽收眼底，超漂亮的，来奥地利一定要玩。这里是阿尔卑斯山脚下盐湖区最美的湖泊，每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就是在这里举办。嗨，大家好，我是李欧。继上一次的澳洲自由行之旅之后，这次我会在奥地利跟捷克玩，并且把途中好玩的景点通通记录下来，剪成2支影片分享给大家。那我们就从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开始我们的旅程吧。维也纳号称音乐之都，是古典音乐及歌剧的中心，也是奥地利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更是在2022、2023连续2年被经济学人智库评选为全球最适合居住的城市第1名。那奥地利的第一个必玩景点就是在维也纳老城区的圣斯德旺主教座堂，也叫圣史蒂芬大教堂。这个教堂非常大，巨大的南钟楼高达136公尺高，是维也纳老城区显著的地标。它是华丽的哥德式建筑，有尖塔、尖拱、挑高的室内空间与漂亮的彩绘玻璃窗。那圣斯德旺主教座堂在12世纪刚盖好的时候是用木头材质建造的，但后来经历了战火跟多次的重建，现在已经变成石头建造。绚丽的彩色瓷砖屋顶也是在第2次世界大战后重建，据说屋顶斜到很难积雪。它是奥地利非常重要的一个大教堂，不止外观漂亮，而且更是知名名人都会在这边举办他们的婚礼跟葬礼，其中也包括莫扎特跟海顿都是在这边举办婚礼。旁边的老城区很适合悠闲的散步、逛街，也有许多马车，整个场景都非常漂亮。现在我到了下一个奥地利的必玩景点环城大道。这一个大道，它原本在13世纪的时候呢，是围绕着维也纳的内城的城墙，直到1857年的时候呢，约瑟夫皇帝下令把它拆除之后，就变成现在的环城大道。那环城大道上有超级多漂亮的建筑物，包括相互辉映的自然史与艺术史博物馆、希腊式的奥地利国会大厦、哥德式的维也纳市政厅，以及奥地利总统官邸所在地霍夫堡皇宫。那这里也是他们皇室的冬天的皇宫。那等一下我们要去的美泉宫是他们的夏宫，就是夏天住的皇宫。那这个霍夫堡，它上面那个牌子就是希特勒占领奥地利的时候，在上面宣布德国跟奥地利合并。现在我到了下一个奥地利的必玩景点熊布朗宫。那它也是叫做美泉宫，它是欧洲第2大的皇宫，仅次于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那整个建筑呢，它是巴洛克式的建筑，是左右相间对称，看起来很华丽，主要采用黑色与黄色作为主体，也就是统治奥地利600多年的哈布斯堡王朝的代表颜色。皇宫屋顶也有双头鹰国徽。那为什么要叫美泉宫呢？是因为神圣罗马帝国某个皇帝在狩猎的时候，到这边喝了一口他的泉水，觉得很好喝，所以就把它叫做美泉。那美泉宫里面呢是要预约，而且不能拍照的。我今天呢就只有在外面这一边。那推荐旅客们逛完之后，一定要走到他们后面这里的熊布朗宫皇家花园，这里拍照是最漂亮的。他们的花园非常大，就很像走在一个巨大迷宫。树丛整修得很整齐，就像整排的林荫大道，可以在皇家花园里面好好散步探险，在各个角落寻找不同的喷泉与雕像。我现在呢要走上后面那一边的小山坡，到上面的凯旋门，然后看看整个花园还有皇宫的样子。从美泉宫走上来凯旋门大概需要15分钟，但上面的风景完全值得大家一定要走上来。不只可以从制高点看到美泉宫跟皇家花园，甚至后面的维也纳市景都能一览无遗。下一个奥地利必玩景点是维也纳金色大厅，每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就是在这里举办。金色大厅非常漂亮，而且不是每天都开放。难得来到音乐之都，当然要在最有名、最华丽的金色大厅听一场音乐会，感受音乐之都的魅力。我买 B 区的位置，1张票75欧，有送1张 CD。节目单大多是奥地利音乐家莫扎特的有名曲目，表演者会穿上古装，但演奏期间不能拍照。好了，现在已经把金色大厅的音乐会听完了，包括有名的魔笛，还有
蓝色多瑙河、土耳其进行曲等等名曲都有演奏出来。而且中间那个指挥也会跟观众互动，我觉得非常的不错。推荐大家来维也纳的话，一定要来听听看。如果刚好金色大厅有开的话。现在我来到下一个奥地利必玩景点哈尔斯塔特，这里号称是奥地利盐湖区最漂亮的湖畔小镇。小镇的中心就是这个哈尔斯塔特湖，然后它整个小镇是被阿尔卑斯山脉环绕着，这里也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小镇，这里超级漂亮，根本就是明信片里的风景。我现在在湖边，这里有一只天鹅哎，它想吃我！哈尔斯塔特这个小镇的人口不到1000人，但是每天会涌入超过1万名的游客，让小镇的居民都不堪其扰。所以来到这个与世无争的小镇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保持安静的空间给居民哦。在哈尔斯塔特湖边也有一个小秋千，可以在这边荡啊荡，享受他们的自然风光。现在到了下一个奥地利必玩景点沃夫冈湖，我们要搭着这一艘船游整个湖。沃夫冈湖是由12个大小湖泊串联，就像一串美丽的珍珠，公认是阿尔卑斯山脚下盐湖区最美的湖泊。沃夫冈湖真的非常漂亮，有许多树林、高山及美丽的建筑物围绕。我超欣赏欧洲人悠闲慢活的生活态度，居然还能看到有主人划着 SUP 带狗狗前往湖中的水中教堂。搭船游湖最能好好感受沃夫冈湖的美。我推荐圣沃夫冈与圣吉尔根这段的风景最好。现在我们搭船游完湖了，到了对面这里是圣吉尔根，也是莫扎特母亲的出生地。现在我来到奥地利第4大城萨尔斯堡，萨尔斯堡是音乐天才莫扎特的出生地。那我现在在他们的米拉贝尔花园，米拉贝尔花园有着美丽的巴洛克式风格，左右对称。那后面的米拉贝尔宫也是著名的打卡景点，也有很多新人会在那边拍婚纱。奥斯卡最佳电影《真善美》有很多片段都是在这个花园里面取景，也很适合拍萨尔斯堡主教座堂与后方的高地要塞。现在我来到莫扎特广场，我身后就是莫扎特本人。在我身后这一栋黄色建筑物就是莫扎特的故居，那现在里面都是展示着莫扎特生平的相关文物。现在我来到下一个奥地利必玩景点萨尔兹堡要塞。萨尔兹堡高地要塞建在一个居高临下的位置，所以呢，它从来没有被攻破，号称最强之盾。我现在要搭乘它的缆车上去，看看整个萨尔兹堡。这个就是他们的登山缆车，我搭了大概只有30秒的登山缆车，就到了山顶，超级快的啦！哇，这个中世纪古堡真的好壮观。整个萨尔兹堡的风景尽收眼底，超漂亮的。来奥地利一定要玩。马上这个楼梯要进入萨尔兹堡要塞，一边看这个风景，太漂亮啦！萨尔斯堡要塞里面空间很大，路线标示清楚，也有博物馆，让游客能更理解萨尔斯堡要塞的历史。在萨尔斯堡要塞后面这里可以看到完全不一样的风景，这边是比较像是乡村风，然后前面呢是整个城市。哇，整个2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但都一定要来看看，超漂亮的。现在我来到奥地利的边境，德国的国王湖，因为国王湖实在是很有名，所以都已经来到附近了，就顺便过来看看。而且从萨尔斯堡过来比从德国慕尼黑过来快很多，玩奥地利送德国超赚。它的湖面是翡翠绿的颜色，很漂亮，而且听说它水质非常干净，可以直接生饮。要不然我来喝喝看好了。哎呀！哎，可以耶，真的可以喝哎！湖水真的很清澈，可以清楚看到湖底。不过我应该把鸭子的尿尿也喝了吧。现在走了5分钟的登山步道，来到国王湖的上面，这里居高临下就可以看到翠绿色的国王湖。国王湖完全被阿尔卑斯山脉环抱，亲眼看真的能感受它为什么被称为德国最干净、最美丽的湖泊。我现在来到梅尔克，梅尔克呢是维也纳近郊的一个中古世纪小城市。那这里最有名的建筑物就是我身后那一个米黄色的梅尔克修道院。梅尔克修道院号称最美修道院，外观很漂亮，属于巴洛克式建筑。入口的楼梯
就已经非常漂亮。图书馆更号称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图书馆之一。修道院内部禁止拍照，但真的是富丽堂皇、美轮美奂，大家一定要亲眼看看。好，那以上就是这一次奥地利的必玩景点，希望你们大家会喜欢。奥地利真的很大很漂亮，短短几天根本玩不完。如果你觉得有哪里很好玩，欢迎也在底下留言，说不定下次我就能去哦。那也别忘了看看我们捷克必玩景点的影片。那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